2年零6个月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六角恐龙。这只六角恐龙买来的时候还很小，每次吃东西它都一跳一跳的，好像一只小兔子，粉粉嫩嫩的，就叫它小黑吧。3个月后，小黑长大了很多。这时候天冷了，小黑的状态变差了。昆桑打开了暖气，六角恐龙喜欢的水温在22到26度之间。不知道小黑状态恢复了吗？扔几颗鱼食给他看看，已经可以很好的吃东西了。不过扔了10颗鱼食就吃到了2颗，你这效率有点低呀。到了第2天，缸底扔的鱼食已经不见了。看来小黑晚上会偷偷吃东西。昆桑决定给小黑拿点不一样的食物。小泥鳅，小黑一口就吸了进去，不过很快又吐了出来。难道是泥鳅太大，有点卡嗓子？这次昆桑剪成2半，再次喂给小黑。怎么又不吃了呢？这是闹哪样？这次昆桑拿来一块虾肉放在小黑嘴边，看来还是虾肉好吃，但是这么一大口虾肉，小黑吃完要很久。9分59秒都不会吃，必须得休息10分钟才能再吃东西。不到10分钟喂它，即使是吃到嘴里也会吐出来。如果你是一个急性子，那昆桑不建议你养这玩意儿。刚刚吃完一口，又得休息10分钟了。2天后，小黑的心情好像很好。到了每次喂食的时候，昆桑的心情可是不好了。通常一个人就算是一桌子菜，昆桑都吃不了多少。可是和朋友们在一起，哪怕只吃面条都吃得很香。昆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又买来一只呆萌可爱的六角恐龙。它们还小，还看不出是男是女，据说到了成体以后就可以看得出来。这只新来的就叫小白吧，希望他们不要打架，成为好朋友。小黑有了新朋友，他的反应会如何呢？小黑酷酷的，根本没把小白放在眼里。原来这800度高度近视的小黑根本看不见呢。几天后，昆桑来给他们喂食，果然这次小黑不再挑剔，小黑和小白吃的都很多。吃饱后，昆桑忍不住摸一摸他们的小脑袋，上手来摸一下也很好摸。动物跟人一样，吃饱了心情也会变好。看着小黑和小白这么可爱，昆桑想给他们打造一个大 house， 准备一个90厘米的鱼缸，里面铺上隔壁王大爷家花园里不要的石头，还有2根大沉木，放在这个缸里正合适。六角恐龙对水质很敏感，底部铺上细沙子，这沙子昆桑细了100多遍，40斤沙子洗完只剩下了20斤。接着昆桑把水草缸里的沫丝扯来一些，一点一点的绑在沉木上。这种植物乍一看不咋地，和烂头发一样，等它长起来就好看了。只是这点水草还不够，还得加点黑木蕨、细叶铁，绿色多了，整个缸就好看多了。底部放一个一次性杯子，开始加水。养水1周后，水变得很清澈。昆桑取来2个王大爷不要的花瓶，把它底部朝上，加上点水，开始钻孔。这2个花瓶是给小黑小白准备的躲避空间，给他们打孔，内部就不会堆积粑粑，水质也就不会变差。开始打第2个孔，这孔打了很久，毕竟王大爷也就这2个花瓶，如果打坏了还得花钱买，那就不值得了。费了半天劲，总算打好了2个孔，把它们洗干净，放进鱼缸里，然后把小黑和小白接进新家。他们非常兴奋，快速的游来游去。不过小黑和小白没有看到新房子，他们开始往角落里钻。昆桑用手帮他们找到新家，总算进去了，帮这只也进去。小黑和小白一起住进了新家，一开始还有点害怕，过了一会儿，他们慢慢适应了这里。接着小黑们就开始探索新的领域了，他们爬上爬下，时不时还会浮到水面吐个泡泡。好家伙，头直接摔在了沙子上。又到了摸头时间。到了第2天，昆桑找不到他们了，他们并没有住在房子里。小白躲在沉默之间的阴影里，小黑呢？原来他在这里，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看起来小黑和小白不需要人工制作的房子，昆桑就把他们取了出来。他们还是喜欢自然的家，偶尔他们会自挂在树枝上。为了让缸里更热闹，昆桑给缸里加入了一些神仙鱼，可能是刚来到陌生的环境，看到2只怪物，小鱼们还有些害怕，他们成群的游来游去。小黑主动的吃了一口水草，向小鱼们表示诚意。小鱼们看到怪物是吃素的，就没那么害怕了。小黑甚至开始表演爬树。
然后从树上掉下来，他们是不是感觉这样玩很有意思呢？好了，本期六角恐龙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06个月前，昆桑喜欢上了养蚂蚁。养蚂蚁那必须得有蚂蚁巢穴。昆桑在网上买了一个，打开包裹，怎么这么沉？打开一看，原来是3个玻璃做的蚁巢，里面一堆配件，还有一个装蚂蚁的小包。不过昆桑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个泡泡组，这里有2个蚁巢，一个里面装着需要蚂蚁自己挖掘的材质，另外一个是蚂蚁们储存种子的地方。这就是要养的蚂蚁，里面是收获蚁，感觉到光线的刺激，它们就开始变得活跃起来。这以后看起来好像是BBQ了，那昆桑也只好给它们盖上一片白布了。这还有送的一瓶昆虫果酱，闻起来有一股臭大街的味道。不过为了科学研究，昆桑可以现身。昆桑尝了一口，果然不是人吃的东西。这里还有一瓶小蟋蟀，闻起来同样很恶心，可能是避免做的太好吃了，就被人类给吃光了吧。包装里面还有2个小东西，原来是温湿度计，整的和研究原子弹似的。到了开缸的时候了，通过这个又长又粗的管连接3个玻璃容器。蚂蚁不喜欢震动，这个小钢垫放在玻璃容器下面，可以减少震动。养蚂蚁最主要的就是蚂蚁，蚂蚁们已经做好了入住大豪斯的准备，以后的脑袋红红的，就叫它们小黑吧。这是收获蚁的一种，角收获蚁，原产于肯尼亚的干旱地区。这是一种不怎么常见的蚂蚁。把活动区的配件安装好，温湿度计粘在盖子上，盖子内部涂抹防陶液，盖子的上面还有一层盖子，主打一个安全，方便拿下第1层盖子，对活动区进行各种操作。堵上通风孔，活动区底部添加沙子，然后把它们铺平，喷水打湿，这样就不会引起沙尘暴了。铺上几块野外捡来的小石头，还有一根树枝，方便蚂蚁找到出口。既然是干旱地区的蚂蚁，那它们常见的植物肯定是仙人掌了。这根仙人掌和这群蚂蚁比较搭配，把它放在角落里，一个喂水器，还有2个喂食器。昆桑不打算用，直接把种子撒在石头上，这样看起来非常自然。给蚁巢加水，为了让蚂蚁们不会爬得那么累，昆桑在活动区上垫了几本书，最后把管道连接好，大力出奇迹，管子太细了插不进去，还得给它加点润滑液。不过昆桑是个单身狗，去哪里找润滑液呢？这防陶液一样用，果然很容易就连接上了。是时候把蚂蚁放进来了，打开试管的塞子，把试管平放在活动区，在蚁巢上贴一层红色塑料纸，可以阻挡光线。为了引它们出来，昆桑取出一只小蟋蟀，放在试管出口的位置。有一只蚂蚁闻到了香味，走了出来。不过它好像还有工作要做，蚂蚁们需要把种子加工成面包，来提供给整个蚁群食用。它们储存起很多的种子，这样就有了源源不断的食物。蚂蚁们分工不同，这只蚂蚁在把宝山工作，负责把BBQ了的蚂蚁搬到垃圾区。这些蚂蚁不仅比昆桑聪明，还比昆桑干净，这让昆桑非常惭愧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只蚂蚁走了出来，它开始咬蟋蟀，确切地说是舔蟋蟀。它们开始享受美食。这只蚂蚁在扔垃圾，昆桑还观察到有只蚂蚁开始在角落里挖洞，沙子铺的有点厚，希望它能成功吧。蚂蚁们放下手头的工作，都过来舔蟋蟀。这时候蚁后出来了，他是查了一圈又走回了试管。昆桑一直观察蚂蚁到了很晚，到了第2天，昆桑来观察蚂蚁，才发现蚁后不见了。昆桑发现一些蚂蚁在试管入口的沙子附近挖洞，角落里也正在进行着。蚁后跑哪里去了呢？昆桑只好跟着蚂蚁来寻找蚁后。在地下的洞穴里并没有看到蚁后，试管里有一只蚂蚁，它叼起一块面包走向活动区。昆桑决定跟着它去寻找蚁后。看来以后可能在后面的角落，这里有一只蚂蚁正在制作面包，它身残志坚，即使是一条腿无法行动，还是坚持干活。可能它从活动区的顶部掉了下来，摔在石头上，
他的后腿无法再使用，这影响了他的活动。几个小时后，蚁后又回来了，看起来他不怎么喜欢沙子底下的蚁巢。昆桑又拿了些种子放在蚁巢的入口处，这次起了作用。有一个侦察兵来探索这片未知的领域，然后回去报告给蚁后。同时，昆桑还给他们了一些糖水。不过，蚂蚁们好像对糖水不怎么感兴趣。过了一会儿，更多的蚂蚁来探索新蚁巢，他们来来回回的跑了几个小时。等他们确定这里安全之后，才开始把蚂蚁卵搬了过来。这只小蚂蚁不知道在干啥，它叼起同伴快速的飞奔，走了一圈之后才发现自己走错了，又把同伴叼了回去，以至于同伴的头都撞在了种子上。试管里出现了新出生的蚂蚁，这只蚂蚁比别的蚂蚁颜色都浅。看着蚂蚁们忙忙碌碌的，昆桑感觉这次以后可能会搬家了。3天后，昆桑发现蚁后出现在了爆米花槽里，但是他看起来很焦躁，因为这个巢太大了，对于蚁后来说缺少安全感，所以昆桑给试管遮住光线，看看以后还会不会选择回来。还有一些蚂蚁开始在红色蚁巢挖洞，爆米花槽给收获蚁储存种子，这里有些潮湿，蚂蚁们更加喜欢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